为什么没有中国车企愿意掏2500万欧元买个 F1 席位？是没有这么多钱吗？就在昨天，角田官宣加盟大红牛，日本车迷是幸福的，本田愿意加码2500万欧元去买大红牛的席位。有人就问了，如果换成我们，会有人愿意掏出这么多钱吗？答案是肯定有。试想下，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小周在上海站坐进法拉利的车内，不管是出于广告宣传还是爱国义举，愿意出这2亿人民币的企业一定有很多。但一个扎心的事实呢摆在眼前，就是本田它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从角田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这家日本最老牌的车企就开始进行了赞助，而到了 F1， 本田至少每年提供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欧元的赞助费用。角田在小红牛开了4年，本田就赞助了4年。而来自神奈川县的角田虽是日本现役唯一的车手，但他也只是这个涵盖方程式、拉力赛、耐力赛、摩托车比赛的庞大青年车手计划中普通的一员而已。那有人就好奇了，他们不亏钱吗？当然亏钱，但对于年利润有几百个亿的本田来说不算什么。2024年本田效益下行，但财报显示他们的净利润还是有386个小目标。而且本田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玩慢岛 TT 跑 F1， 随后呢在一级方程式4进4出，一会儿厂队一会儿引擎供应商，已经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成熟的产业链，同时经验也很丰富，不怕被坑也不怕被骗。当然碰上红牛这样的流氓车队另当别论而且呢通过赛事反哺民用市场的模式呢也很成熟，再加上 F1 在各个市场的高曝光度，让本田、丰田这样的日企非常乐意继续这样的亏本生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车企不能这样搞呢？是没有这么多钱吗？最近各大车企纷纷公布了24年的财报，其中某龙头车企的数据最为亮眼规模净利润高达402.5个亿。这个数据呢相比本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呢净利润100多亿的车企也不少，但如果你让他们学本田搞一个青年车手计划，绝对没戏。原因呢主要有3个。首先就是车企创始人没有兴趣。本田宗一郎年轻时曾说过他的梦想是让自己生产的每一台车都能开上赛道。而在本田成长为龙头企业后这位创始人又对所有人说，没有赛车就没有本田。而我们的车企呢，创始人真正热爱赛车的并不多。其次，这是个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低收益买卖。卡丁车每年的花费就要80万左右了， F4 到 F2 随便花掉个几千万都不在话下。如果要去顶级赛事或者大车队，费用更高。关键是你花了这么多钱只是入场券，并不是说包进级的。就算真的实力很强，那也要等个至少10年时间。20岁能进 F1 已经不得了了。第三，没有群众基础。日本呢有30多条赛道，有专业的国内比赛，赛车手有着很清晰的职业规划，很多家长都会支持。而我们虽然也有18条认证的赛道，也有不错的赛事，但在大众眼里做赛车手依旧不是什么正经的出路。所以呢，当日本出了21位 F1 车手的时候，我们泱泱大国才只有周冠宇一个。而现在呢，我们更是只能羡慕本田的豪掷千金。当然我们并不嫉妒角田相反我们很想看一看神奈川的天才能否打破大红牛的魔咒。同时呢，我们也并不会沮丧虽然日本诞生过很多 F1 车手，但是能够连续3个赛季都拿到积分的也是寥寥无几。所以我相信即使小周目前只是储备车手，但他还是很有希望重返赛场。关于角田的人物介绍已经在做了，关注郑老师为你带来更多 F1 的精彩故事。